我爸突发白血病，必须做骨髓移植手术才行。我和妹妹一起去配型，结果却只有我成功了。为了给父亲捐赠骨髓，我打掉了肚子里已经5个月大的孩子。老公为此后离婚了。偶然间收拾东西时，却发现妹妹的配型报告，她居然也是配型成功了的。这一切只因父母的偏心，害怕妹妹捐赠骨髓后身体会受到影响，就害我失去孩子，失去爱人。重来一次，我收回圣母心，暗自改了配型报告。尽管他们父女互撕，我爸得了白血病，必须要做骨髓移植手术才行。我和妹妹都去医院配型，当结果出来后，只有我是符合的。可此时的我已经怀孕了5个月了，如果要做骨髓移植，就必须打掉孩子，而且过后我身体会亏损严重，医生劝我再考虑考虑。一边是养育我多年的血脉亲情，一边是怀胎数月的亲生骨肉，我迟疑了。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公赵军，他坚决反对，不同意我打掉孩子。老公，孩子我们以后会有的，可我爸的病等不了，若是早一些做移植手术，他恢复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周瑜，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如果你敢打掉孩子，我们就离婚。老公态度坚决。就在我和老公陷入冷战，还未商量出结果僵持着的时候，妹妹钟明珠却瞒着我，偷偷的将这件事发到了网上。爸爸得了白血病，我配型失败了，明明姐姐配型成功了，可她却不肯去爸爸无良女婿，阻拦老婆救岳父。在视频里，钟明珠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配型失败、为父担忧的好女儿形象，将我的老公赵军描写成阻拦我尽孝的恶女，可却绝口不提我已经怀孕5个月的事。很快这件事情便在网上发酵，引发了网友热议，甚至有网友还在网上人肉了我和老公家的信息，有些脾气暴躁的还上门在我家门口泼脏物。邻居们看到网上的视频也是对我们指指点点，任凭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人愿意听，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所谓的真相。为了救我爸，也为了平息网上的舆论，我最终还是选择打掉孩子，捐赠骨髓给我爸。因为我爸及时做了手术，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而赵军也在我出院后约我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临分别时，赵军劝诫我，周瑜以后照顾好自己，不要这么傻，凡事也多为自己考虑考虑，那个家庭那样的父母根本不值得你牺牲太多。赵军不是冷血不孝顺的人，我知道他一直阻拦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就看出我爸妈并不爱我，他们更爱妹妹。这么多年，他看着我自己无底线为我的原生家庭付出牺牲，想必他也早就累了吧。也好，现在离婚了，两人都解脱了。因为婚房是赵军的婚前财产，所以离婚后我只得回爸妈家住，家里原本属于我的房间早就已成了杂物房，里面堆的也几乎都是我妹的东西。看着屋里面一片狼藉，无从下脚，我有些不高兴。我妈似乎面有愧色，小鱼呀，最近一直在医院照顾你爸，都没时间好好收拾，你就凑合着住吧。我沉默没开口，到底是没有空收拾，还是压根没想着收拾？也许他们根本就没考虑过我离婚以后住哪里的这个问题。我实在没有力气争辩，随便铺了下床就住下了。可能因为流产以后休息不好，再加上又抽了骨髓，我的身体一直不见好。我发烧了，在家翻箱倒柜找退烧药，结果却在爸妈的床头柜里翻出了一份配型报告，上面赫然是我妹妹钟明珠的名字。报告上配型成功，符合骨髓移植条件几个字，如金垒般在我的脑海里炸开。当初他们明明说只有我配型上了，妹妹没配型成功，为了救爸爸一命，我才咬牙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想到原来妹妹也是配型成功了的，他们居然合起伙来骗我。我感觉他是个好人。看见我脑海里血压瞬间飙升，整个脑袋都充血快爆炸了。在打电话问清楚他们的位置后，拿着配型报告就赶了过去。我们也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网红，今天正巧他有一个直播探店的行程，而我爸妈也会一起出镜配合。看到一家3口其乐融融在镜头表演时，我的怒气值冲天灵盖。原来就算我打孩子捐了骨髓，为他们付出这么多，他们的心依旧捂不热，心里想的永远也都只有妹妹。想到这里，我不管不顾，直接冲到镜头前，把配型报告直接甩在了他们脸上。请你们给我个解释，明明钟明珠也是符合配型要求的，为什么还要我打着孩子去给你捐骨髓？钟明珠是你们的女儿，我就不是了吗？难道我是你们捡来的吗？你们说话呀，怎么都哑巴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钟明珠还来不及关掉直播设备，直接见的网友更是一脸问号。此时弹幕上已经疯了，发生了什么？难道又是新剧本吗？楼上我知道怎么回事，博主不是之前发视频说他爸得了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博主配型没成功，他姐成功了，结果他在网上说他姐夫不让他姐给捐骨髓，原来是他姐怀孕了呀，可当时博主根本没说他姐怀孕了这个事情。天哪，这是什么人啊？明明自己配型成功了不想捐，就在网上网暴姐姐，不得已让怀孕的姐姐打到孩子去捐，这个博主也太心急了吧，就是太心急了。我之前不知道真相，还骂过他姐他姐夫呢，博主骗人也太过分了吧，现在给姐姐道歉还来得及吗？这种无良博主简直丧尽天良，大家都举报、取关、投诉。钟明珠看见网友对他的谩骂，手忙脚乱的关掉直播，转头哭着求我，姐，你发视频澄清下行不行？就说你弄错了，跟网友解释下行不行？我气笑了，想到我那5个月的孩子，我就恨不得上前将他这张虚伪的脸给撕烂。钟明珠，你现在也知道后悔了，可你之前在网上让人网暴我，网暴你姐夫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后悔呢？死丫头，说的是什么话？你不知道你妹是网红，靠直播生活的吗？你毁了她，对你有什么好处？从我离婚回家后，我爸就一直没跟我说话。现在看见我妹受委屈了，立马忍不住开口指责起我来。好处，
你们还想让她得到什么好处？我呢？你们有考虑过我吗？我也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人生？明明她也可以捐赠骨髓，你们非要我一个孕妇打胎捐赠，你们就真的一点歉意都没有吗？看着他们是非不分，依旧维护我妹，我心里无处宣泄的恨意和凄凉更深了。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你妹身体不好，哪受得了抽骨髓啊？而且离婚后不是让你回来住了吗？也没把你走。我妈这话说的理直气壮，丝毫不见心虚。她身体不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她内侧能跳，还能跑，还能好，哪里不好了？说白了，你们就是偏心，从小就偏心，心都偏到胳肢窝里去了。围观的时刻，此时也从我们吵架的话语中，基本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指责他们起来。看，这个世界永远不缺看热闹和自诩充当正义的人，人越聚越多。爸妈拉着妹妹想挤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经过我旁边时，不知道谁伸手推了我一把，我没防备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磕到了头，然后晕死过去。在醒来时，我竟发现我回到了爸妈打电话让我和妹妹去做配型的那天，真的是连老天也都看不下去给他们的，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这次我再也不要做只会忍气吞声的包子了，我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心里立马有了主意，我随便找过了借口，说第二天上班很忙，中途找时间去做，就不和妹妹一起去了。此时的爸妈也没有生意，毕竟他们一直都知道我对他们言听计从，只是在电话里叮嘱我不要拖太久。第二天，我找来闺蜜，让她代替我去医院抽血，花钱做了一份假的报告，因为我俩血型一样，根本看不出来破绽。闺蜜问我发生什么事，想到上一世我被这家子骗了后的凄惨生活，我眼前一该的把事情讲给她听。我妹妹配型成功了，但爸妈非逼着我也去做，是估计想等我配型成功了后，他们要我打掉孩子，也不让我妹去移植。我天，你爸妈也太过分了，你这还怀着孕呢，不怕打孩子出问题呀？这忙我帮定了，放心，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不出所料的，我配型不成功，我妹配型成功。知道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沉默了。我妹来回反复的看着报告，确定了好几遍名字有没有写错后，嘴里不停念叨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就配型失败呢？甚至异想天开，说出让我重新再去检验一遍的话，我沉下了脸。周明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想给爸捐赠骨髓吗？爸平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爸听了我说的话，也瞪了他好几眼，但是仍然犹豫着想劝我再检测一次。上辈子知道我配型成功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副嘴脸，开心的恨不得我立马就可以做一只手术。现在轮到我妹配型成功了，一个个的却担心手术后会对我妹身体不好，一直唠唠，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的，双标的嘴脸可真是令人恶心。忍住胃里翻上来的恶心，我用尽量温柔的语气安抚着我爸。爸，赵军说了，就算是我们配型不成功，但是金钱上是我们是要承担的，你们就放心做去手术吧，术后我来照顾你们，而且医生也说了，妹妹还年轻，骨移植对她身体没影响的。我爸还要说些什么，被我妈一把拉住了，就是小鱼还怀着孕呢，配型不成功就不成功吧，不要强求了。如果不是知道前世发生的事，我会真的以为我妈是真心疼爱我的。虽然一直以来我爸偏心的特别明显，但是我妈还是一碗水能端平的。可到后来我才发现，她才是真的演技派，不去当演员，真的是演艺界的一大损失。前世我不光捐赠了骨髓，连我爸的手术费也都是我出的。离婚的时候，赵军给了我20万，让我以后照顾好自己。我妈知道这20万以后，在我面前哭着说，家里因为爸爸的病负债累累，已经没有钱了。我听了以后，二话没说全拿了出来，却没想到这20万他们都拿去给我妹买房了。当初发现我妹的配型报告时，旁边还放了一个房产证，赫然写着钟明珠，个人独有我的离婚钱，成为我妹房子的首付钱，多么讽刺！再细想这些年，我妈基本都是口头上对我说，你妹妹有的你也有，但也仅仅是局限于一些吃食上，一旦涉及到花钱多的地方，比如买手机、上兴趣班等花钱娱乐项目时，我妈就会在我面前苦苦婆心的劝我要理解她的不容易，让我要学会大度，不要和妹妹争，反正要让着妹妹。这些一套一套的话，经常说的我痛哭流涕，更是经常反思自己是不是要求太过分，让父母有些难为。现在想想，我妈就是托儿大师，不开班真是白白浪费了，她这么好的天赋。小时候爸妈出门打工挣钱，就把年幼的我扔在乡下，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们偶尔也会给我接一些衣服玩具回来，每次收到包裹时，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城里的衣服玩具可以让我在那时同样作为留守儿童的小伙伴面前炫耀好一阵。每次爷爷奶奶问他们什么时候把我接到他们身边，类似的他们总是借口城里赚钱压力大，落户难，开销的地方多，更别提主动提把我接到身边养着的事了。村里的留守儿童很多，也不止我一个，所以我心里虽然有些介意，但也能看开，想着大家都这样，我也不会是例外。直到上小学以后，他们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孩子，笑着对我说是这我的妹妹。假期结束时，妹妹没有留在村子里给爷爷奶奶养，反而被他们带回了城里。他们说孩子还是跟在自己身边的好，但是我也想问，那我呢？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吗？可是我没有勇气，我害怕他们一气之下就不再要我。后来每次逢天过节的时候，他们才会带着妹妹回到村子里住上几天。妹妹白白嫩嫩，打扮的也特别漂亮，就像是城里来乡下体验生活的小公主。而我因为帮爷爷奶奶做农活，皮肤晒得黝黑，灰头土脸，穿着过时的衣服，小伙伴都嘲笑我是捡来的，我妹才是亲生的。谁说不是呢？周玉这个名字一看就起得很随随便便，而周明珠，明珠
听着就是自家的掌上明珠。在后来成长过程中，爷爷奶奶去世后，即便他们把我带到了他们身边，可偏心妹妹的事数不胜数。每次当我和妹妹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要妹妹嘴角一痞，眼角掉2滴眼泪，爸妈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她里边。你渐渐一桩桩偏心的事太多了，多到我都不想，我都数不完。爸妈平时在我身上花点钱，总要叨叨半天，在我面前说着他们挣钱的辛苦，要我长大后好好回报他们。上一世为了从他们身上得到这微乎其微的容目之情，我可以说得上是倾尽了所有。可结果呢？周明珠，享受这么多年的接口之时，现在轮到你付出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出戏要怎么唱下去。看着他们一家3口僵持住的状态，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厌倦了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借口肚子不舒服，直接回自己家了。家里婆婆正在烧糖醋排骨，她一大早就出去买排骨了。小鱼回来了呀，洗洗手，马上就可以吃排骨的杯会。赵军也下班回来了，听说我没胃口，问我想吃什么，现在他就出去买。老婆，你想吃什么？梨、苹果、桃子，不然我都买回来吧。你每个都吃，那你赶紧出去买，多买一点。妈给钱。婆婆直接把赵军推了出去，让赶紧下楼买水果，他宝贝儿喜要吃。哎呦，妈，别推，我这拖鞋还没换呢。看着耍宝的母子俩，喜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我也乐开了手。公公前几年就去世了，婆婆退休后每月都领不少养老金，她一个人有钱又闲，还不用照顾老头子，日子过得特别舒坦。没事就有几个姐妹女旅游，跳跳舞，也不过多参与儿子的事。若不是因为我怀孕了，需要人照顾，她也不愿意来。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我们老人也想有自己的生活，不想过多地掺和孩子的生活前世之道。我要打孩子救我爸，他虽然不舍，但是也没过多阻拦，甚至在知道赵军提出离婚后，担心我生活不容易，还劝他多给我点钱。是我自己不懂珍惜，一心只想着为原生家庭付出，贪恋那点微乎其微的父爱母爱。是我眼下亲手毁掉了已经到手的幸福，还伤害了2个爱我的人。上一世婆婆因为我妹的舆论攻击，夜间头发白了一半，在亲朋好友间更是抬不起头。原本整日笑嘻嘻阳光灿烂的婆婆，只能在屋子里日日抹泪。而赵军不光失去了期待已久的孩子，还被公司辞退，生活过得一片灰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我的亲爸亲妈亲妹妹。这一次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做错事的人就该要付出代价。直到我妹配型也是成功的，我对他们仅存的良心安稳了很多，不用担心自己不捐骨髓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我暂时准备先不管那家人，现在只想安心照顾好自己，顺利生下肚子里的孩子。可我万万没想到，那3口人的道德败坏严重超出我的想象。这天，平日里要好的堂妹周娇刷连发好几张群聊天截图给我，是一个没有我存在的家庭群，相亲相爱。周家人原来是爸妈不知道，从那里听别人说，捐献骨髓的人也会有风险，若是处理不当，也会留下后遗症。他们最终还是舍不得妹妹捐赠，所以他们把主意打到了自家亲戚身上，哄骗伯伯叔叔，还有家里其他的小辈们去做配型。姐，二叔说你和周明珠配型都不成功，这回正在群里劝家里人其他人都去配行呢，要是成功的话就给10万块钱。我爸这回非拉着我也去医院做，10万块钱，他们为了周明珠可真是下了血本了，平时买个药花个几百块钱都要找我，让我转给他们，这回为了我妹，连10万块钱都舍得拿出来。妹，你赶紧拉我进群里，给你看一出好戏。等我被拉进群后，我把周明珠配行成功的报告直接发到了群里，家人们不用担心，妹妹配型成功了，我爸的病有救了。谢谢各位家人的关心。群里短暂的沉默以后，顿时慢慢声节冲而至。老二，你不是说2个女儿都不成功吗？这是怎么回事？你有个闺女，不是配型成功了吗？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我听说抽骨髓对身体不好，怪不得要给我们10万块钱呢，感情是舍不得自家闺女啊。二哥，你也太不厚道了，就你家孩子的命之前，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草呗，还10万呢，我看他估计也是骗人的吧。堂妹偷偷给我发消息，姐，你也太勇了，佩服佩服。不出意外的手机立马响了起来，说我爸，一接通，对我就是劈头盖脸一通吧。死丫头，你是存心的是不是？你说你为什么要在群里发那种消息啊？怎么了？爸，听说亲戚们以为我们没配型成功，都准备赴医院配型了，我还以为大家不知道我们配型节里出来了，所以通知下大家呀，怕大家担心的。你坏了大事了，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啊，爸你别急。怎么了？我爸气的直接把手机挂了，再打过去已经忙晕了，看来此时应该忙着跟亲戚解释去了。明明有现成的骨髓捐赠人，非要搞出这么多花样。其实捐赠骨髓哪有他们想的可怕，不过是心疼自己女儿罢了。上一世他们知道我配型成功后，让我去做骨髓移植手术，我爸的病情随时可能会恶化，一想到自己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爸也开始怕了。为了逼我妹现身，我给我爸治理，我爸也开始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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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也开始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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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爸也开始怕了，他们终究是心动了，都同意现在给爸救命最重要，我妹的名声以后再洗白就行，看，这就是人性，只有爸常打到了自己脸上，才会知道有多疼。我爸去医院门口打开了直播，晒出了自己的病历和我妹的配型报告，在网上苦苦哀求我妹回来做手术，恳求网友帮他一起寻找失踪的我妹。这件事很快就在网上传播开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前世我被我妹用舆论绑架的时候，她一定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经历这些来自陌生人的恶意。网友的力量果然不容小觑。第二天就有人私信我爸，说他在岳父小区看到我妹了。我爸的之后立刻带着我妈还有我，立马找到了那个小区，没多久就找到了我妹住的地方。开门的是个叼着烟的黄毛小子，你们谁呀？吊着郎当的语气，让我爸妈不禁皱起了眉头。我找周明珠，我是他爸。我爸的话还没说完，房间里就传来我妹的声音，快，赶紧关门！喷了一声，大门立马就被关了起来，让我爸再怎么砸门就是不开。这次我爸也没有办法，又打他的手机直播，选择了打感情牌，开始对着屏幕讪讪道来，讲当年为了把他带在身边，去打2份工，虽然很辛苦，但是看着他的笑脸，觉得一切都值了。又说为了给他买房子凑钱，他把老家的房子都给卖了，一桩桩一件件的和女儿相处的甜蜜往事。不少网友在弹幕上感动留言，纷纷执正义之士，指责起我妹来。舆论现在是完全倒在我爸这边了。我很想知道我妹这次要怎么迎接给她的这波天的笑意。看着说到动情处泪流满面的我爸，他没说一件，我就心寒一分。明明同样都是他们的女儿，为什么我连他们偏爱的1/10都得不到？我妹穿着漂亮小裙子，我穿的却是破旧的运动裤。我妹和同学去吃肯德基，我在乡下想吃个鸡腿多难。我爸说扭着我妹一家3口挤在厨房里特别幸福，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我片刻的想起我这个乡下又要割草又要挖土的大女儿，为了离他们更近些，我拼命学习，立志考上他们所在城市的大学，最后终于在一个城市了后，明明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就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像外人，他们心里眼里看到的都只有妹妹，没有我。如今看着他们对我妹拒之门外，我有种大仇的报的畅快感。爸妈，你们一定没想到吧，自己精心浇灌的像花一般的女儿，居然会是如此自私冷漠，反倒是我这个从小被你们不被重视的女儿，陪在你们身边，给你们忙前忙后。当然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再生母心，这次主要还是以旁观热闹为主，我能赶上这泼天热闹的现场直播，也是值得回味后半辈子了。结果让我爸在门口叫唤一天，我妹愣是吃个秤铁的心，就是不开门，甚至还让同住的黄毛小子找了保安把我们赶走。我爸气得一口痰噎住后肩，喘不上气晕了过去，最后还是众人手忙脚乱的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那我这么大动静，我妹都没有弄灭，她的软弱没有担当也是震惊到我了。我妈在病床前拉着我的手，一个劲的抹眼泪，小鱼，爸妈只有你了，你妹就是个白眼狼，根本靠不住啊。妈，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也知道的，我配型不成功，帮不了咱爸，现在知道求我了，以前怎么不对我好点？就在病房里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我妹居然来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毕竟之前闹成那样，她也没露面。爸妈，我来了，之前不出现是我的错，今天我是来道歉的。周明珠又切换成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腔调，眼圈也哭得红红的，从小爸妈就特别吃这一套，现在也是，这不立马就准备原谅了。爸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就是被那些危言耸听的话害怕了，我们懂的，都懂的。我妈居然还上前拥住了周明珠，我爸刚准备把周明珠带到医生办公室去，周明珠拦着我，我找了他，爸，等等，我有事要跟你说，随即又面向我，姐，你先出去下，我想单独跟爸妈说，看来心里憋着坏呢。我假装走远了，看门口没人后，又偷偷靠近，听他们谈话，原来这个一头黄毛的小伙子是本地一个有名的富二代，他最近一直在追求我妹，在我妹的直播间给他打赏冲榜，就跟不要钱的一样，我妹也心动了，很快和他搞在一起。但是富二代的妈根本就不同意自己的儿子找个小网红，于是我妹想了一个法子，我妹怀的孩子小母瓶子归富二代的妈同意，而且她还说怀孕这事还不能拖，毕竟男人的心思中不定，外面漂亮的小姑娘一抓一大把，她得趁着这会儿男人对她正上头的时候赶紧把结婚的事定了，既然准备怀孕，那肯定就不能捐骨碎了。所以今天来，她就是找爸妈商量这事的。本来对她见死不救，还心生怨怼的爸妈，听说有机会和这么有钱的人家做亲戚，立马心动了，都不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可是你不给我捐，那我不就死定了？我爸还是心命的，人一旦死了，就是再有钱也享受不了啊。我弟姐不是怀孕了吗？她肚子里的也是爸的外孙啊，她配型不成功，不代表孩子也不行啊。孩子出生还有5个月呢，且不说生下来以后能不能配型成功，就说我这身体能不能坚持5个月啊？爸，你放心，我已经咨询过医生了，胎儿可以羊穿抽血去化验的，配型成不成功，现在就能知道了。钟明珠的话让我遍体生寒，果然她是有备而来的，甚至为此，我还特意去咨询过医生，真的太恶毒了，居然连我未出生的孩子都算计上了。病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很快我妈就说话了，如果这样真的行得通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行吧？等一下问问周瑜，他从小就听话，是关我的生死，他肯定不会不管的。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原来他们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做过家人，我只是他们无偿索取的钱袋子罢了。
看着这冷血无情的一家人，我决定要狠狠地报复他们。周明珠不是一直想加入豪门吗？那我就先随了他的豪门梦，堵了他前进的路。很快，朋友就帮我打听到了黄毛小伙的消息，姓氏名水，家庭地址，公司地址。听说他妈管他管得很严，对他最近疯狂打伤网红主播的行为非常不满，这不是巧了吗？想吃饭的时候有人来递筷子，我找到他们公司楼下，确定富二代的妈此时就在公司里，找跑腿的送了一个 U 盘过去，里面正是他们那天在医院里谈话的录音。只要是头脑还清楚的家长，没有人会接受自己的儿子以后会和这么一个不择手段的新经理在一起的。最后这事闹得很凶，传的也是沸沸扬扬，毕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听说富二代的妈收到录音后，立马就把儿子拉出来教训了一顿，很强势的勒令他和我妹分手，如果不分手，就会在网上公开和他断绝母子关系，把他扫地出门。这下富二代慌了，没有钱他可怎么哄漂亮小姑娘？没有钱谁还跟他玩？只有有钱，就算没有我妹，他还能找其他人。可若是没有了他妈，那他可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富二代没有犹豫，立马就跟我妹提了分手，撇清了关系。我妹知道以后，气得把屋子都砸了遍。眼看豪门梦碎，我妹再没有其他不捐骨髓的理由了，她又跑了，又玩消失了。真的和以前一样，她犯了错，要么就推到我头上，要么就逃之夭夭，让爸妈给她擦屁股。眼看我妹躲在外面就不回来，爸妈又把心思动到我身上。我妹那天在医院里说的话，他们都听进去了的。虽说我配型不成功，但是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是他们嫡亲的外孙辈，说不定可以配型成功呢。他们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他们找上门的时候，我假装惊讶，孩子还没出生，怎么可能配型？我们问过医生了，现在羊穿抽血就行。万一配型成功了，等孩子足月就立马抛出来。虽然早就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可听到这么冷血的话时，我还是气急，反而笑了出来。怀孕5个多月，也没见他们带什么来看我，只会带着几箱不值钱的牛奶，就想换我孩子的命来救他的命。杨川早抛出来，根本没把孩子当成一条命。上一世我对不起这个没出生的孩子，这一次绝不会让孩子再受到伤害。看着目光遮着的两人，又想到我被亏待的前半生，我彻底心寒了。不可能，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们都别想打这个孩子的主意。有这个心思，不如花在找我妹的身上。说完我就让婆婆赶紧把他们赶走，真的是1分钟也不想和他们待在一起。婆婆听说他们的来意后，气得从厨房拿出了菜刀赶他们走。你们还是不是人？小鱼不是你们的亲女儿吗？主意居然都打到被出生的孩子身上了。事后婆婆担心的问我，你爸妈似乎是动真格的，万一他们用强的怎么办？婆婆说的很对，人要是被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不心疼我，更不会心疼我肚子里的孩子。眼看还有4月，孩子就要出生了，这期间一点风险我都不能让他出现。我把赵军叫回来，一起商量怎么办。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去外的住一阵子，等孩子平安生出后再看事态发展。赵军早就对我爸妈明眼偏心的行为表示很不满了，他也早就打算卖了房子去外地发展，远离我爸妈的想法。小鱼，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大海吗？我们找个临海的城市住下，等孩子长大点，我们每天都可以去看海。两人一拍即合，婆婆带着我先去租房子，她留下来处理卖房子的事，所有的事情都在1个月内搞定了。等爸妈再来找我的时候，发现房子里住的已经是其他人，气急败坏的两人疯狂给我打电话，却发现我早已将他们的手机拉黑，微信拉黑，他们现在根本找不到我。离开之前，我找到了闺蜜，她在电视台工作的，我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这件事情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她，她心疼的抱着我流眼泪。临走前，她答应我一定会策划一期热点社会新闻，动用所有的媒体关系，让这件事上热搜。周明珠不是想做大网红吗？很快就会如她所愿，反正黑红也是红啊。不久后，一则关于父母偏心导致子女离心，父亲突发白血病，配行成功的女儿拒绝捐赠等等新闻迅速登上热搜。周明珠和我爸妈被网友讨论了很久，就如前世他们对我的网暴一样，如今全都反弹到他们自己身上。后来听堂妹说，爸妈最后还是借着舆论的力量找到了我妹，逼着我妹去医院把手术做了。我爸术后恢复了一般，也可能上有年纪，身体大不如从前。而我妹因为舆论原因，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门都不出，但她依旧幻想着自己的网红事业，期待着哪天再找个豪门富二代。可希望永文并不买账，每次只要她一直播，迎接她的都是网友们清一色的恶评举报。久而久之，3个人在家天天吵架砸东西，邻居投诉，甚至报警了，也无济于事。坏人理应换人磨，我只希望今生他们一家人老老所死。而我离开了那些是非后，很快便迎来了自己的小公主。现在每天和赵军还有婆婆饭后散散步溜溜娃，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女儿和我小时候很像，就如同一个母子刻出来的一样。看着小胳膊小腿，我心都萌化了。自从女儿出生后，我更加无法原谅父母一直以来对我的不公平对待。以前我妈总是对我说，等你有孩子以后你就知道了，爸妈这么做是有苦衷的。看着怀里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女儿，我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怎么会舍得让她吃苦？他们当初这么对我，哪有什么苦衷？一切只是因为不够爱给自己找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以后我会加倍努力，对爱自己的人好，对自己好，对女儿好，余生一定要过得更幸福，才对得起重来1世的自己。全文完。